是它床后是窗户，这个是大忌中的大忌。所以我们建议呢，它的这个床位的位置呢，跟它的衣柜可以做一个转换了，避开说床后有空，也就是它做事没靠山，凡事会落空哦。好，记得家里整齐干净是第一步，你家里不整齐不干净，我们都不用讨论风水的结构和状态哦，是它现在这门口不干净，阳台边也不干净哦，所以整体的这个气一定就是很浊的啦。在这个紫白飞星里面呢，最常用的是用火来催旺，因为现在是走在一个九运的阶段。什么叫火形象的东西呢？例如说蜡烛，这个真的火，或是说假的蜡烛，或是假的火也是可以的。甚至是呢，你找一个红色的东西，然后上面写一个火字也可以，只要是火的状态就有那个效果。请记得订阅设计家的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以及打开下方的细细字幕哦。装潢小学堂上课啦！大家好，我是魏助教。装潢大小事，我为你解释。租屋族呢，往往因为预算有限，所以不一定能够租到很好的格局。至于要如何来选择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就来想要问一下简老师，套房的风水是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呢？一般来说啦，因为套房是一个超级难做出玄关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它已经太小了，它如果在做玄关，它就几乎没有多少空间了。所以我们通常建议呢，它可以用一些屏风或是布帘的方式呢，去做空间的切割。举例来说，就是它虽然都是在一个空间内，但尽量隔出一个睡觉区，一个是读书区，一个是这个休闲区，把它切割开来。那这个切割方法呢，我们通常都会建议用一些布帘。现在比较方便的是有一些是拉起来之后就可以很快的隔开，打开来之后又是一个通透的，所以你可以要睡觉的时候呢，你用拉起来的方式隔出一个卧室的状态，但是呢起床之后呢又可以拉开来变成是一个客厅的状况哦。这样的做法呢，对于整个的风水结构格局就会比较好。那另外一个点呢，是因为一般套房如果窗很大，就会直接变成说你床的位置很容易摆在不对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建议尽量先避开床头对窗跟左手边有窗这两件事。那基本上呢，你的这个床位呢风水呢就会比原来好非常多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到实际的案例来看一下这些套房要注意哪些事。第一个案例是台中西区的陈小姐，那她的方位是坐北朝南，它其实是一个透天厝的大门进去会对到的一种租房子的门，开门就会看到床。老师，这样子是会有问题的吗？好，首先呢，以这个案例来说，我认为他有机会开门不要看到床，只是他好像没有这样设计啦，因为他其实是可以把床头直接合到门旁边的，看起来他门旁边是有一个空间的，所以那只是头后面靠大门这件事情，要注意外面有没有太吵。但是这样的状况呢，你开门的时候你不会直接看到床，而是左边才有床，你相对加一个帘子或加一个屏风就可以去做一个遮蔽。但是如果照他现在这个方法，它是因为床尾太长，其实它不太有机会遮啦。除非是他把门口的时候做一个玄关，就是他开门以后呢，有一个布帘，这个布帘呢是做一个空间的切割，他拉开来之后才进到他真正的房间。那这个做法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做法，如果他不想搬床的话。可是呢，因为他这个床的大忌其实不是开门见床，是他床后是窗户，这个是大忌中的大忌。所以我们建议呢，它的这个床位的位置呢，跟它的衣柜可以做一个转换了，然后尽量它往里面睡，就是头后就不要说是空的，尽量是靠着墙，然后避开这个窗，那整件事情在行家的逻辑上会比较对。所以我们再整理一下给大家哦，这间房子有2个改善。第一个是我们不建议大家一开门就看透，如果有一点空间，它可以做一个布帘，拉出一个小的玄关，等于说他进门之后再拉开一个帘子，才进到他的生活区域里面。那第二个呢，是把床头往另外一边挪，不要直接是在后面是窗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能避开说床后有空，也就是他做事没靠山，凡事会落空哦，主要是这样。老师，我们在图片上面看到它门外有一个水塔，那这种会不会跟药罐煞有关系？一般来说，药罐煞还是以你视觉看到为主啦。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部分，反而会是那些碎石。门前有怪石呢，会产生的问题就是容易长一些肿瘤啊、结石的东西。所以建议他把门前的那些石头都清掉是比较好，要不然就是你要铺平整齐，像是平的那种很漂亮的造景白色的石头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，是观音区的李小姐，那她的方位是坐东朝西，她说她主要有一个对外窗，然后位于西北。那床头呢不
能靠窗，他想问老师说，可以把沙发放在窗边吗？然后另外因为套房非常小，那怎么样去做取舍，做最好的摆设，才可以去化解所谓的穿堂煞以及开门见厅的问题呢？那这个是很典型，它现在是和在一起的，就是它的床旁边就是它的娱乐区，它的床跟娱乐区是没有切割的。那这样对于睡眠来说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。但比较好的部分是它的头后的窗，它改到了这个沙发后面，这是可以的。原因是因为它后面的部分坐在沙发的时候，虽然后面是窗，但是至少比睡在窗前好很多，因为坐在沙发时间不会那么长。我们刚刚讲过能做的方式，就是在它的卧室区间跟休闲区间中间拉一个帘子，把它切割开来。等于说他在睡觉的时候是有个帘子拉起来，不要说直接摊平在这个电脑啊跟这个沙发啊边这样睡觉，而是他睡觉的时候有拉起来，让他在一个比较看起来是纯粹只有卧室和睡觉的一个状态。如果呢他今天不想用这个拉帘，我们建议他说是不是能做一个灯的一个切割，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灯嘛，决定整个的亮度。但是他如果能做法是他在床上的时候只开某一盏小灯，但是在外面玩的时候开大灯，这样也可以做出一个区隔，让他有一个睡眠前的准备，知道睡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灯是比较暗的，在平常的时候灯是亮的，这样子也可以做一个灯光的转换作为切割啦。下一个是来自日本的东京的蒋先生，哇，我们现在的节目已经红到东北亚，都已经有看到我们。那老师他的方位是朝西北，风水的部分呢，他如果厨房跟床同侧，然后厕所跟洗澡同位，那不知道怎么样改善，以及家具应该要怎么样摆放呢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日本式的房子啊。那如果他自己的房子，当然我觉得那可以封掉一些窗，因为你可以看它这个房子几乎全部是窗啊，然后一面是整个墙边全部都是窗，它的本身的阳台的窗也很大，所以它整个光线全部是从外面来的。你看它里面看起来没有什么灯啊，它是全外部采光的一个结构。那这样的做法呢，在风水上来说是不具气的，因为窗太大了。那我们会建议怎么样？就是它要封掉一点点窗。那我觉得阳台这边不太能封啊，因为你床摆阳台这边也是太近了。我们建议它是封掉左边的一些的跑过来一点的窗，然后把床摆在这，会是比较好的，这样就不会头后面是窗了。它还有一个，这个灶现在是正对一个窗户嘛，所以有保护你的灶的一个好处。但如果它真的不能封窗，那问我们说又怎么办呢？我们建议他睡在地板上，就睡榻榻米，不要直接睡一个床。为什么这样讲哦？是因为他这个窗太多了啦，他只要把床叠上去，他人旁边一定是窗，所以他如果睡矮一点，你看他底下那个窗是半窗嘛，就下面是墙，所以他可以睡在那个墙边。那这样的话会比较安全感啊，也是比较好，而且气的沉积在底下也会比较多一点。所以建议他如果不能封窗，就是榻榻米睡。因为毕竟是租屋族嘛，他没有办法直接封窗的话，可不可以用这窗帘啊，或比较厚重的布帘去做一个遮蔽，然后少去开它，也可以去化解它吗？我觉得窗帘应该是可以，但是这个窗真的太大了，就是窗帘可能效果，我觉得与其装窗帘布，它还是睡地板好了。就是榻榻米可能效果会更好。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，一样是日本江东区的林小姐。老师啊，她的风水问题是这样子的，她从玄关进来，先有一个门，打开这个门之后，可以看到好多的门，然后最后才走进卧室里面。请问这样子会有风水上的疑虑吗？我觉得这个反而是真的是把空间隔出来，只是说它看起来是只有卧室，它的娱乐空间看起来跟它的睡觉空间是同一个空间。我们还是建议它中间加一个帘子，在睡觉的时候尽量不要直接是对着平常娱乐的状态。那如果真的太小了，它加不出这个帘子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讲，它用灯光的切换作为使用情境的切换，我觉得也可以有效的改善说都在同一个空间的状况啦。我会建议它床架的部分哦，就是尽量往这边靠。我不知道长度够不够，因为看起来好像宽度是够的，尽量离窗远一点。如果床头是在靠窗那边，那就意味着什么？它会直接头后面就是窗，这就是不好的。好，那比较要提醒的部分是它的这个冰箱上面有微波炉跟煮水和咖啡的。那我们讲过，财库上面不建议你一直动啊，所以呢，它就是用的频次如果太高的时候，建议还是放到别的地方。但如果用的频次不高，这样摆着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啊。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台湾，我们来看一下台北的文山区的陈小姐，她住在1楼，然后比较潮湿，阳光很容易晒不进来，然后也只有一个对外窗，然后外面呢，它就紧邻一个废弃的防火巷。虽然穿堂煞的部分有用门帘挡住，老师啊，看起来会不会有一些风水上的问题跟疑虑呢？首先哦，就是如果要住1楼，这个采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如果你住1楼，但是采光不好的情况下，这意味着你周边是把你包起来的，你开门前面是不开阔的。
那这样子呢，对于前途来说都不是特别好的事情如果又结合上很潮湿，然后旁边是紧贴着宰相，这种对心脏都非常不好，然后睡也会睡不好，所以都还不用讨论说是不是穿堂煞，因为你的这个结构里面就已经是对你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负担的，所以建议你还是第一个除湿机要开好开满啦，然后里面的话要保持干燥。那如果有机会，当然还是建议你换到比较大的空间去，或是明堂比较大的，同样是1楼，同样是一个小房间，建议开门之后前面比较开阔的地方，或采光好一点的地方。你这个空间真的很小，所以也不用没有什么风啦。你就讲你都这么窄了，怎么会有什么风？所以根本没有穿的问题。你只有太过于潮湿和整个气比较浊的一个问题，所以1楼容易聚气，但是浊气也容易被聚，所以建议你要换到轻一点的地方，这样才会比较好。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坜区的何小姐，她的房子呢，不太像太方正，然后有一些切角。那请问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些风水上的问题呢？首先画这个图，我看不出来方不方正啊，因为他图画得很正啊，只是从他的照片中看起来他家是比较乱的。然后他为了满足风水需求，其实加了很多帘子啊什么来做隔。那我们先跟大家讲前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了很多帘子啊隔的方法、区域的间隔，前提都是你家要很整齐。好，记得家里整齐干净是第一步，你家里不整齐不干净，我们都不用讨论风水的结构和状态啊。而且至少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保持家里干净，至少2个地方要干净，第一就是门口，第二就是阳台边一定要干净。所以呢，他这个状态问题是他现在这门口不干净，阳台边也不干净所以整体的这个气一定就是很浊的啦，所以不容易赚到钱和不容易存到钱，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。建议他还是尽量先从断舍离开始，就是我们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弄干净，让他家里变得比较整齐和清新一点，东西越少越好。那如果东西真的很多没有办法，我建议他就找很多整理箱，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收在整理箱里，不要让它全部摊在外面这样。然后再来一个点是，它有很多的布帘就是你看它帘子里面有的是有这个动物的头，有的是繁复的花纹。我建议都换成素色的，然后让家里面看起来整齐、干净、简单。这样子呢，我觉得它的这个财运跟运势会比较开啦。套房的风水呢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。刚刚获得简老师这么大力的给我们一些帮忙，然后我相信呢，对于一些租屋族啊、北漂族，你们应该会有可以改善你们自己运势的一个方式。我们就跟着简老师一起学习。那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还是谢谢简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很开心就是看了很多套房。其实套房问题真的好多人问我，就是好多人问我说，老师，我这个套房能做风水吗？我都很想跟他们讲可以，可是他的这个做法是比较特别的，并不是说什么床转，因为你很难转，你没有空间。一时之间很难跟大家讲清楚，很开心今天在这里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分享，在小宅里面收干净后能怎么做，让套房更好。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分享给你的亲友，锁定我们每周4更新，让我们一起过好生活。